哇哦，今天的天气不错哟，大家看，非常的好啊，阳光非常的照在身上非常舒服。大家看这边的雪地啊，这个雪啊，不同于咱一般的那个雪，很蓬松、很柔软、很细的。这个雪看，跟那个粗盐似的，好粗好粗啊，嘿嘿，这不知道下了多久了。然后我发现这片地里，大家看，这一袋一袋的看。一堆一堆的，像那种小土包的是啥东西？刚才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，被这东西吸引了，然后我就走下来看。哇！猜一猜这些是啥玩意儿啊？全是这个玩意儿。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出来瞄了一眼啊，这啥呢？洋葱啊。那怎么把洋葱扔到这个雪地里面呢？是不是要放在这里，明年当种子呢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些洋葱呢，现在都已经软掉了、坏掉了，已经冻坏掉了，已经没法用了啊，也不是种子哈，应该是当时收完以后呢，没有拉走的，就烂在这个地里了，比较可惜哈，这么多。这少说也有几十吨吧，烂这么多在地里啊！但这洋葱呢都比较小啊，可能不太值钱吧，所以人家就没要了。那我们呢，现在准备往这个山里面去探险一下啊，往里面走一走，去一个古村落去转一转。又是无所事事的一天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还好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就是这个穷库石台古村落，终于来到这儿了。哎，原计划8、9月份应该就到这个地方了，结果现在才到，已经新年伊始了，现在已经1月份了。哎，赶紧上车吧！这个时候地方还挺冷的，晚上太阳一旦落山以后就很冷了。赶紧上车，把暖气打起来。加热且执行点火。今天男子遭拒猝死，哎呀，又有一个男的猝死了。我永远都有司机出来都不要给你带人这个天气。哎呀，弄点啥来吃呢？耳朵就没有清净过。哎呀，昨天那个孕妇不是一样吗？她在医院门口疼了2个小时，疼了。看到这种死亡越多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活着压根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也可能看到死亡越多，就比较珍惜生命啊啥的，我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还逛上2天。
那你不要在垃圾桶干什么？19年出生的，那不是算3岁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村子都没啥人了，都没住啊，这个季节。这没人都去哪里？没人住在这儿，估计去收窝子了。人都全退了。只有1、2个房子亮着灯，没有买馒头，应该买点馒头的。算了，我来整个意大利面吧。爸爸做饭还是可以的。裴一现在睡着了吗？裴一？怎么听不到他讲话了啦？我不理他。啊？我不理他，人家一个人就可怜兮兮的趴到那窝到那里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睡着了。煮一点点面条，一点点面条吃。意式拌面，看到没？还是你要酱吗？还是菠菜味儿的。那待会儿这红烧肉那不就是有汤的吗？往里一拌就可以了。来个这玩意儿，当当，看一下感觉怎么样了？哦，可以，相当的不错，一看就很有食欲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个卡式炉在车里面煮还是可以的啊，在外面比较冷的情况下不行啊，原因主要还是气罐的原因啊。如果在温度好一点的里面煮，车内煮的话，温度比较高。我们现在车内接近20度啊，16度。因为我们现在窗户打开着呢，透气呢。好，水开了。来2片就够了。这菠菜面2片就够了。上次我煮4片，煮多了，吃不完了。面熟了。今天这个量怎么感觉有点少呢？可以吃了，看起来不错。直接吃锅，收起。哎啊！也放了一个隔热垫啊，否则这个木头桌子很快烫坏掉。一个房东只发1包菜，那到房客手里不就只剩几片叶子了吗？因为要住了几户是，这是几十户人家。然后这人说，这是下面评论说，为啥要通过房东订购？租户是没有资格订购，还是没有资格吃饭呢？然后人说外地人不配在西安烩饭吃。下面人就说，下面就说啥？就说是，他说谁让你要住在城中村呢？啊，你咋不住在小区呢？住在小区，你看每天惬意的很，早上睡到自然醒，中午学做美食，晚上看个电影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享受的很。你不要住在城中村。那怎么讲的？讲屁话呢？还是新闻上必须写的，还要通过房东。在搞的是社区发的通知吗？还是咋弄的？不是社区，光明网。网上发的。对呀。那这消息从哪儿来的？光明网发的，光明网从哪儿来的？还是从社区来的呗？1月5号，1月5号晚间，然后就是好多人啥都没有了。今天下午2点多发布的。这些人都在下面评论。但是城中村一旦全部都撤资了，小区房不是所有人都能租得起小区的呀。我也想啊，真的想，人家说西安这房价这么低，结果人还是租不起房子，可见真的是，那怎么办呀？在别的地方我感觉都活不下去了。
你问陈飞没有？他们收了几趟菜了？一趟呀，他们收一趟菜。我今天我在朋友圈发了，然后有个朋友圈的朋友，他在雁塔区。啊。他说你真的好幸福呀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你那是重灾区，难道你那没有发？我看一下他是怎么回复。雁塔都没发。他说狗屁都没有。就是可能我跟你说，那网上晒的都是那些好的，是宣传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嘛，发了的就死命偏宣传。他就说，他说我好幸福。他说雁塔区，他说他在雁塔区啥都没有。他一次都没领到吗？雁塔区不是重点区域吗？他说新闻上面是唬人的。他一次都没领到？那谁知道？我同学人家领到了呀。你同学那雁塔，那是雁塔吗？那是高新吧？高新啊。你同学领到几趟了？一趟呀。我是看新闻，有人说是他领了三趟菜了，政府发了3趟菜。我也看了。哎。我们都看了上面，人家有牛奶，有这有那的。你们就拿了点烂菜叶是吧？但其实我觉得我领到的，觉得虽然萝卜少，但我觉得挺多的，就真的还是挺大一袋子。但是确实是慢。前2天才刚领到的，你想那从封闭到都已经多久了？人家都领了3趟菜了，最早的应该是1个礼拜前就开始领了。那他们灞桥那边还没？想想。他们灞桥那边还没领到吗？灞桥反正说他那儿没有。没有，都没有，全部没有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，他说他那儿没有。他那小区没有是吧？太惨了。那他们楼下有卖的吗？卖东西的吗？他说现在有了，现在楼下那个便利店开了。那没东西，现在那怎么办？在西安，如果月入过万的话，已经打败了70%的人了。西安多数打工者月薪在6000左右，月薪过万的多数是管理层、技术群或者个体。刚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是4000，服务行业更低。下面还有，在西安这个城市，月入1万基本已经很成功了，大家都在。因为大多数人的工资还停在4、5千，即使带编制的公务员月收入除过五险一金，实到也就是4、5千，领导的话也才6、7千。所以你就说西安的房价还低，房价这么低，竟然都买不起。房价低吗？不低了呀。不是1万多已经很低了。1万多已经很低了吗？房价这个价格就不正常啊。人家是按照收入来的。正常来说应该是比例，比如说你工作10年，那么你就应该能买得起一套房啊，这才是正常的，是吧？那你这个情况，你工作他妈100年你都买不起房，那你说咋整？就不正常了，是吧？那你看嘛，你就正常的就是1个月6、7千，你1年攒5万块钱，20年攒100万还是可以的。那你肯定你不，那你一年5万，你肯定10年不到10年7、8就能付个首付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月薪6、7千的，1年能攒5万的人，那都是少部分。那这个人说，他家是小孩4岁，上的丰城6路幼儿园小班，1个月2200，
报的美术班，算下来2800左右，加上孩子的衣服、日常生活用品、零食、去医院等费用，大概500左右，合计3300。他们家一个月的收入是13000，媳妇儿一个月挣5000，我挣8000。养车费用每月到1500，肯定车加油啥1500，然后他一个月要花2500左右，媳妇儿一个月花2000左右，租房子1800。你算一下，还是他们赚13000，然后孩子要花3300，两个人算一下，然后养车3300，车要多少？养车多少？1500，就油费、交通费嘛。然后对啊，然后还要停车费啊啥的，就剩1500，人家1500，然后男的一个月花2500，男的花2500，这就4000，女的呢？媳妇儿要花2000，媳妇儿花2000，6000，就去掉6000加那个小孩子花3300，9300。9300，他房租呢？他是房租还是房贷？房租1800。房租1800。啊，已经去掉11100了，11100了。那一个月还能剩个1-2000，那还可以。11100去掉11100了，他总共13000是吧？总共两个人收入13000，那就剩多少嘛？剩1900。1900，2000块钱嘛，就一个月剩2000块钱。这还是没有那个特殊情况的，比如说你还没想到，比如说你人家有个查证啊啥的。这个就是这个老头儿叫什么？每位王大爷有低保，评论他说你就这点收入还敢花1500块钱养车。然后这个人说，正常上班加油，工作性质天天在外面跑1500很正常。啊，对，差不多噻，肯定的啊，你上下班啊。我跟你说，一个月他们可能得加3箱油吧？我听凡人说，爷们儿一个月得加3箱油呢。3箱油就要1000多块钱，而且你去有的地方你要停车要交停车费。那小孩上幼儿园太贵了吧，2800。他说是幼儿园小班一个月2200，报的美术班、舞蹈班算下来2800左右。那自己还去搞这些东西，哎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小孩其他的零食、去医院、日常生活费用500块，所以加下来3300。不容易啊。还有给你，人家还写，刚才是上万，还有一个是在西安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资，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4000块过什么生活？只能住城中村呗，几百块钱的那种，几百块钱的房子，住个。那其实住我这1500的也可以啊，1500还有2500呀，对吧？2500你不，交通食宿呢？交通食宿不要啊？就给他月光族就行了嘛，全花光又没有孩子要养，我觉得4000多可以住我这房子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那就1分钱不存，就像这次疫情来了，就他妈就望着天是吧？嘴巴一张开。这大冬天的。老是月光族嘛。还有人家这个说我在西安拿6000块钱的工资，感觉社会已经抛弃了我，大家能听我说说自己的感受吗？底下人说我一个月3400。